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明朝时候，河南府宜阳县有一个姓梁的大户人家，家族世代经商，积累了不少家业。当代家主名叫梁有德，从小精明能干，头脑灵活，对营商之道很是擅长。他继承祖辈遗训，秉承诚实守信、和气生财的行商理念，在当地商界很有名望。不仅如此，他平日里也与人为善，时不时帮助一些贫苦穷人。城里城外的百姓都知道他是个大善人。梁有德年轻时娶了李家小姐为妻，二人郎才女貌，婚后琴瑟和谐，十分恩爱。即便梁有德因为生意原因，经常数日在外迟迟不归，也没有对二人感情造成丝毫影响。妻子梁李氏十分贤惠，在丈夫外出经商时，将家中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丈夫因家中琐事而操心分神。夫妻二人恩爱情深，生意上红红火火。可妻子梁李氏仍然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她嫁入梁家3年来，只为梁有德生下一个女儿小娥。之后她再如何努力，也没有生下一个儿子，为梁家延续子嗣。为了此事，妻子梁李氏始终无法心安。梁有德对此事倒是没有太过在意，他经常安慰妻子，女儿也是咱俩的宝，以后嫁人生子也是咱们梁家的后代。可妻子梁李氏家教甚严，对不能生子很是介怀。为了让梁家传宗接代，甚至还劝他应该那个小妾。对此梁有德却说，若实在不行，咱们可以招个上门女婿回来，生下儿子还是姓梁，这不就有后了吗？梁李氏见丈夫如此坚决，知道这是丈夫爱她体谅她，对丈夫的感情更是加深几分。此后二人便不再提这纳妾之事。女儿梁小娥3岁那年，梁有德带妻女出外游玩归来，路上碰到一对从外地逃难来的母子。这对落难母子因长时间没吃东西，儿子饿晕在路边，母亲哭着向过路的梁有德夫妻求助。梁有德夫妻平日里经常帮助穷人，见此情景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命仆人将落难母子带回家中救助。后来经询问得知了这对落难母子的情况。这年轻妇人姓刘，儿子叫张立仁，她丈夫是个秀才，因考乡试多次不中，只能在村中当个私塾先生。后来又因郁郁寡欢，得了急症，早早去世。去年发水灾，村里遭了难，他母子二人无家可归，便打算投靠亲戚。可是在寻亲途中遭遇了抢劫，身上银钱全被抢走，好在劫匪没伤人命，让母子二人躲过一劫。更不幸的是，来到亲戚原本住处，发现他家亲戚早已搬走不知去向，母子二人只能沿街乞讨度日。如今虽暂时被救，但他娘俩以后的生计还是个问题。梁李氏听完对方叙述，心中有了决断，抬头习惯性看向丈夫梁有德，面露询问之意。梁有德知道妻子对家事处理很有主见，便点头示意让他拿主意。最后梁李氏看向刘姓妇人说道，家中后厨缺一帮手，你可愿意留在梁府中，去后厨帮忙做工？那刘姓妇人感激流涕，千恩万谢答应了下来。梁李氏又看向他的儿子，见这小男孩虽虎头虎脑，但眼神清澈，举止得当，似是很有些教养。得知其年纪刚刚5岁，与女儿小娥年龄相仿，便又询问刘氏妇人，你去后厨帮工，杂事繁多，不能分心，不如这样，让女儿在我身边待着，也好与我那女儿小娥做个玩伴。刘氏妇人闻言立刻点头道谢，还拉着儿子下跪，感谢梁家夫妇收留之恩。其实他也明白，这是梁家夫人看他去后厨帮工，
没有时间看顾孩子，所以才找理由帮他照看。他在心中对梁家的感激更多了几分。就这样，刘氏母子俩便在梁家安顿下来。时光流逝，一转眼1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梁有德新开了一家当铺和一家粮铺。他之所以开这粮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周边百姓在青黄不接时能有个低价买粮食的地方。梁有德低价卖粮也不敢做得太明显，毕竟要考虑同城其他粮商反应，若被人误会是恶意降价卖粮，故意捣乱市场，那可就犯了众怒。所以他又在粮铺边上特意开了一家当铺，专门针对那些买不起粮的百姓，让其随便抵押几个家当。他在计算抵押价格时会悄悄抬高一些，使对方能够换来足够银钱去隔壁粮铺买粮。在这10年里，梁家夫妇当年收留的小男孩张立仁也逐渐长大成人。张立仁与梁家女儿小娥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小娥5岁上私塾念书，张立仁也被一起送去私塾。多年来，两人感情越来越好。梁有德妻子也多次与刘氏妇人交流，提起两家儿女之事，说梁家有意招张立仁当上门女婿。刘氏妇人欣然表示同意，只待两家儿女都成年后，便举行大婚仪式。梁有德对张立仁印象也不错，在其10岁从私塾念书出来后，便带在身边，有意培养他学习经商之道。张立仁虽看起来老实木讷，但脑袋不笨，而且勤奋用功，很快便熟悉了做生意的门道。不仅如此，张立仁对梁有德经常提到的祖训也是倍感认同。他做买卖生意时刻谨记。这一日，年满15岁的张立仁正在当铺中看守铺子，一个老太太突然进门，想要典当1枚玉佩换钱买粮。张立仁接过玉佩，仔细观察。他这些年跟着梁有德，学到了不少东西，眼界也是开阔不少。看着手里的物件，他知道这玉佩价值不菲。经过和老太太交流得知，这老人家已经去城里多家当铺问过，给的价格都不高。万般无奈时，他听闻邻居提起，城里的良善人家开了间当铺，专门给普通百姓典当物品，换钱买粮，价格还比较公道。老太太就来了这里，想碰碰运气，看看能够否出个好价钱。说起这当铺规矩，分为死当和活当2种。活当即典当后可以赎回，而死当是不可以赎回，所以活当的当金低，死当的当金高，而且活当收息费，死当不收息费。张立仁问明了老太太的意思，这老人家急着用大钱，但又不想死当，因为这玉佩是她当年嫁入丈夫李家时，她婆婆给她这个媳妇的传家之物，以后她还要送给自己的儿媳，所以老太太想要活当。按照店里平时规矩，这玉佩的出价是30两，已经比外面其他当铺报价高出20两。可这老太太仍觉得不太满意。张立仁观察这老太太，应该确实是急用大钱，不像是故意抬价，于是让店里的帮工回梁家请梁有德过来商量。没多久，梁有德来到当铺，与老太太攀谈良久，明白了老人家的真实用意，于是同意了张立仁的提议，按照死当的价钱给老太太这枚玉佩出100两，但是签的协议是30两活当的价格，并且叮嘱老太太出去后不要声张，以免让同行知道乱了规矩。最后老太太拿着银钱高高兴兴地走了，约定3年后再来赎回玉佩。经过这件事后，梁有德对张立仁为人做事更加满意，逐渐将更多生意交给他打理。很快5年过去了，可当年来典当玉佩的老太太始终没有再来赎回他的玉佩。此时的张立仁也已经与梁家女儿小娥成婚，成了梁有德的上门女婿。他将玉佩时时带在身上，出门做买卖时，一旦有机会，就会顺便打听老太太消息。
他想要将玉佩还给对方，毕竟这玉佩是其家传之物，意义不凡。这一年夏季，河南府各县普遍遭了大旱，到了秋收时，很多老百姓的庄稼收成锐减，临到年关时，农户们在清偿完各种地租、赋税等债务后，所剩余粮已然不多。而过大年时，大量平民百姓已经吃完了存粮，很多乡下农户被逼无奈，纷纷进城乞讨。此时城里各家粮铺却开始默契地囤粮惜售，搞得县城中生活的百姓也开始每日为粮发愁。看到城中出现越来越多沿街要饭的贫苦百姓，梁有德心中很是焦急。他联合城中一些有名望的人士，想请县衙官府开仓放粮，接济一下这些进城讨饭的可怜百姓。可没想到，县老爷不但不放粮，竟还以维护治安、防止流民扰城的名义，安排大量官府衙役驱赶那些乞讨要饭之人出城。梁有德知道如今靠官府是没有用了，于是他又出头去县里各家联系那些有共识、愿意做善事的大户和商家，各家出资在城外设立粥棚，共同接济那些无法进城讨饭的贫民百姓。粥棚设立当天，就吸引了城门外早已饿了数日的大量百姓，纷纷前来排队等待施粥。而到了第3天，甚至更远的邻县村民也有闻讯而来者。可就在当天夜里，事态发展出现变故。半夜时分，梁家大门外突然有人敲门，看门人打着哈欠起身，抱怨着询问外面来人是谁。快快开门，我要见你家梁老爷，有紧急事情禀报。里面的看门人听那叫门的人语气焦急，声音还尽量压低，似乎有不可告人之秘。他正要仔细询问时，只听外面人又加了一句：快开门，事关梁老爷全家性命，麻烦尽快通传一声，让梁老爷知晓。看门人闻言一惊，睡意全无，赶紧回去请示梁有德。此时梁有德尚未入睡，他正在考虑城外粥棚之事。因为这几日涌来的百姓越来越多，所需钱粮也要增加，如果没有官仓放粮，他也支撑不了多久。突闻下人说有外人来报信，并说有紧急事情关乎人命，他便立刻走出书房，让下人引来相见。大厅中，梁有德见到了报信之人，看面相是个中年汉子，他觉得有些面生，似乎不曾认识此人。正在疑惑间，中年汉子却先一步拱手施礼道：梁老爷不曾记得小人也是难免，毕竟老爷是个善人，救助的贫苦百姓多如牛毛，哪能一个个都记得长相。接着中年汉子便说明其来意，原来今日有人联合城里所有粮商，去县衙告发了梁有德，说他带头欺行霸市，恶意打压粮价，扰乱了本县粮食正常价格，使本县粮商卖不出粮食，造成巨大损害，而且还非法设立粥棚，施舍流民百姓，以至于吸引到大量流民乱众聚集在城外，给本县带来巨大安全隐患。诉状恳请知县老爷做主，立刻捉拿并关押梁有德，制止其非法行为。这中年汉子正好在县衙看门，意外听到了那些告发之人的讨论言语。而他之所以来通风报信，是因为几年前老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万般无奈下偶然听说了梁老爷的当铺，用普通家当换来不少银钱给老母治病，他便因此受了梁有德恩惠。老母亲知道后，一直叮嘱他不要忘记报恩。梁有德听完中年汉子解释，气得他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愤然直呼道：竟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居然恶人先告状，真是无法无天了。他正想询问仔细，却听那中年汉子接着道：梁老爷，县太爷已经受理此案，准备明日一早就来府中捉拿你们，你还是早做打算，出城躲一躲吧。说到这里，中年汉子突然面露犹豫之色，稍片刻后，果断凑到梁有德耳边，
悄声说道：“梁老爷，实话跟你说，我无意间还听到他们说，已经给县老爷塞了很多银子，肯定能将你法办，然后抄了你家店铺产业，给他们赔偿损失。”梁有德闻言顿时一惊，还想要问得再仔细一些，可那中年汉子便不再多言，只说这里面水深，他今日也是冒险来通风报信。最后他又叮嘱了几句出门避祸的事项，便赶紧转身离开，不敢在梁家多待下去。梁有德知道本县的知县私底下声誉不好，以前听其他富商言说过，那知县都是让亲戚以帮人疏通关系为由暗中收钱，自己从不亲自受贿留人把柄。意识到事态严重，他赶紧叫来夫人和女儿女婿商量此事，与家人谈起此事。因事情源头在梁有德，所以他决定让家人今晚离开避祸，自己留下来应对。可妻子梁李氏不愿离开，想要留下陪丈夫共同面对。梁有德劝说无效后，决定让女婿张立仁带着女儿小娥出门避祸。梁有德又写了诉状，交给张立仁带上，叮嘱他道：“若是明日县衙来人，果真要抓我二人见官，你可速去知府那里递上状书，替我夫妇申冤。我听人说那新来的知府为官清廉，官声不错，必能为我二人昭雪平冤。”张立仁也不多言，知道事态紧急，起身拉起正在哭泣的妻子梁小娥，回身收拾银钱细软后，当夜就出了门。他二人找了一家靠近城门的客栈，只待明日一早城门大开，探听到消息后见机行事。第二日一大早，果然有一伙县衙差役闹闹哄哄前来梁家抓人，直接将梁有德夫妇二人押解到了县衙大堂。知县大人立刻当堂审案，在审案期间，也不听被告梁有德夫妇喊冤，只按照原告列出的罪状，一一审问梁有德是否认罪，不认罪就严刑拷打。最终趁他昏迷不醒时，用其手印在认罪书上画押，然后关入县衙大牢。在客栈的张立仁一大早就从店小二口中听到了梁家老爷被抓的消息，毕竟梁老爷是有名的大善人，很多百姓都受过其恩惠，甚至有人聚集起来，说要去县衙为梁老爷申冤。张立仁不敢怠慢，化妆后立刻去街上雇了马车，带上梁小娥一起往知府驻县赶去。幸亏知府驻县与本县相邻，距离不算太远。当天晚上城门关闭前，张立仁终于赶到城里，先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日一早，张立仁带着状书来到知府衙门前击鼓鸣冤。大堂上，知府李明耀正低头看着刚刚递上来的诉状，眉头不觉间紧皱起来，只因这诉状中竟然涉及到他下辖宜阳县的知县有贪赃枉法受贿之嫌，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犹豫良久，他下意识看向堂外原告，只见张立仁一脸坦然，身姿沉稳地站在大堂外等候召见。经过多年商界历练，张立仁已然不是当年那憨厚姿态的小男孩，即使面对知府大人，也能沉稳应对。在知府李明耀眼中，这原告之人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不像是一个会胡乱告官的莽撞之人。再一看他腰间还挂着一枚玉佩，知府李明耀眉头一挑，发觉这枚玉佩似乎有些眼熟，他立刻让人要来玉佩呈到案上，然后拿在手上仔细观察辨认。良久后，他最终确认这枚玉佩就是他李家祖传之物，抬头看向张立仁问道：“你从何处得来这枚玉佩？给本官从实道来。”张立仁闻言一愣，不知道这知府大人为何突然关心起这枚玉佩，但既然知府大人问起此事，他便一五一十将这玉佩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知府李明耀听完张立仁叙说缘由后，当即脸色大变，坐起身来。他快步走到堂下张立仁身前，拱手施礼道：“当年真是多谢二位仗义疏财，
帮我母亲换来足够银钱，助我一家脱困。对面的张丽人闻言后，一脸惊诧莫名道：原来你是那位老太太的儿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时时佩戴这枚玉佩，到处打听你母亲的消息，没想到竟然今日在此相遇。原来当年那个来当铺的老太太，正是李明耀的母亲。由于李父生前曾欠了一笔旧钱，家人都不知道。有一日，债主突然上门讨要归还，见不到钱就赖着不走。李老太万般无奈下，只好拿出祖传玉佩去换钱。幸亏梁有德、翁婿二人当时相助，李老太用当玉佩换来的银钱还债后，还剩下60多两银子。也正是这些银钱，身为秀才的李明耀才能在3年内不用为吃穿犯愁，专心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连续考中乡试、会试和殿试，拿到了进士功名。后来朝廷任命李明耀到河南府新安县做了知县。由于政务繁忙，李明耀一直没时间回宜阳县当铺赎回自己的玉佩，而他在任期内体恤民情，秉公执法，办了2个大案，立下了大功。最近刚刚被任命为河南府新任知府，而那宜阳县正是他这知府管辖范围。二人一番寒暄后，李明耀也问清楚了事情缘由，让差役送张丽人回了客栈后，他立刻安排手下捕快差役便装走访宜阳县，暗中调查知县一家贪赃枉法的罪证。此时宜阳县正因为梁有德被抓，百姓们为其抱不平，很多曾经受到知县亲戚迫害的老百姓和商户们，为之后暗中办案的府衙差役提供了大量线索和罪证。没过几天，罪证收集完善确凿，宜阳县知县被革职查办，梁有德被诬陷一案也沉冤昭雪，真相大白。那些诬告他的梁商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此后，知府李明耀与梁家翁婿多有走动来往，两家关系逐渐加深，最后甚至结为亲家。张丽人夫妇所生大儿子才学优异，考中举人功名后，娶了与李明耀小女儿为妻。第2年又考中进士，入朝为官。梁有德夫妇将家业交给女婿张丽人，之后安享晚年。张丽人夫妇始终秉承梁家诚实守信、和气生财的祖训原则，将梁家产业不断扩大的同时，仍然不忘行善积德，时时帮助贫困百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